这莲花坞过的都是些什么糟心日子啊？少宗主与首席大弟子抢饭技术练得如此纯熟，平日里受了不少苦吧？狐朋狗友们看江澄与魏无羡的目光变得同情起来，带了些老奶奶似的关怀，也不抢菜了，直往两人碗里夹，还一边道：江兄、魏兄，你们慢慢吃，吃完还有，管够。江澄和魏无羡面面相觑，我们的同窗好像误会了什么。魏无羡扭头看蓝忘机，蓝忘机给他夹了一筷子青菜。魏无羡辩解道：蓝湛，我在莲花坞吃的挺好的。蓝忘机道：我知。说着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你吃。魏无羡也端着酒给蓝忘机。你喝。蓝忘机端着酒杯，皱眉又看了眼魏无羡，仰头把酒灌了下去，然后他倒了。一杯倒啊！魏无羡推了推蓝忘机，蓝湛，又再推了推他，大喊道：蓝湛！魏无羡快哭了。蓝湛！江澄冷笑道：魏无羡，赶紧把你那恶心的表情收一收，人蓝忘机不过喝醉了而已，看看你那脸，跟丧偶似的。聂怀桑接着说道。魏无羡瞪了他俩一眼：不过是喝醉了而已，快转转你们的脑子，好好想想吧，兄弟们，害事将至。众人一阵沉默。现下他们遇见能赶在宵禁以前飞回云深不知处，而宵禁将至时，山门有人把守，他们再带个喝倒了的蓝忘机，那画面简直。而且他们不是蓝家人，在云深不知处外再怎么疯，回去以后只要老老实实的表现，自然无事。可蓝忘机不同，作为蓝氏双臂，世家楷模，蓝氏对他的期望自然极高。若是让蓝家人知道他喝酒，还醉到不省人事，众人不敢想下去了。一桌人静了下来，呆呆地望着蓝忘机，不发一语，引得饭馆里的其他人频频侧目。半晌，魏无羡认命地叹口气，架起蓝忘机，说道：毕竟是我先灌他酒的，你们先走，我带蓝湛找家客栈将就一下，明日卯时末再回。从小到大的直觉告诉江澄，这个师兄要作妖。已经洞悉一切的聂怀桑相信他魏兄一定会作妖。魏无羡扶着蓝忘机寻了家客栈，老板问道：客馆有几间房？魏无羡想了想，对着老板笑道：一间。两个少年住一间房也没什么，只是床小，恐怕会挤。于是老板道：客馆这床小，2人。没事，我抱着他睡。魏无羡打断老板的话，似是觉得不回点什么不好，于是老板又道：您2位感情真好。魏无羡得意道：那当然，我们俩可是自小便定下婚约的恩恩爱爱、情投意合的未婚夫妻。说完便留下一脸凌乱的老板回房了。魏无羡眼中冒着兴奋的光，暗搓搓地把门锁好，将蓝忘机安置在床上，蹲在床边戳着他的脸玩。玩腻了，便又把主意打到蓝忘机那条抹额身上。他来云深不知处这么久，见识了一堆蓝氏小古板，最开始几日是想着怎么玩变云深，后来几日是想着怎么玩蓝忘机，直到现在才想起抹额的事来。他把抹额捧在手上，左看右看，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条带子玩着也无趣，刚想脱了衣服装作酒后乱那啥的模样，回了头却见蓝忘机忽然直挺挺地坐起来了。魏无羡心里一惊，也不怪他疑神疑鬼，实是这蓝忘机起来的如同诈尸一般，叫人看了不自觉心里发毛。魏无羡小心翼翼道：蓝湛。蓝忘机神色无比正直。魏婴。魏无羡应道：蓝忘机不说话，眼睛盯着抹额。魏无羡直觉蓝忘机不正常，僵着身子不敢动。蓝忘机起身，魏无羡后退。客栈不大，客房也小，蓝忘机把魏无羡逼至墙角，又神色无比正直地夺回了抹额，在魏无羡左手上绕了几圈。魏无羡不明所以。蓝湛。蓝忘机又神色正直地把抹额在自己右手上绕了几圈。魏无羡道：蓝湛，你是醉了吧？蓝忘机郑重地点头。若不是有蓝忘机的抹额拴着，魏无羡能在地上打好几个滚。蓝忘机冷静地看着魏无羡蹲在地上笑了好久，突然道：狗。魏无羡最听不得此字，吓得跳到蓝忘机身上，惊道：
哪儿有狗？蓝忘机道。你说你和江婉莹给狗下药？他前几日好像提了那么一嘴。蓝忘机又道。你怕狗？魏无羡点头。蓝忘机拽着他翻窗户跳了出去。魏无羡心道，还好没带蓝湛回云深不知处，要让人瞧见这样的蓝湛，别说蓝老先生了，估摸着泽无君都想揍我。蓝忘机拉着魏无羡在街上寻了家药铺，买了些泻药出来。魏无羡问，蓝湛，你这是干嘛？蓝忘机道，给你报仇。魏无羡有种不好的预感。蓝忘机也不知怎么练的，手劲极大。魏无羡为了蓝氏双臂的脸面，试图拦着他去祸害别人家的狗，可对方怎么也不听，几乎是拖着他前行。甫一听见狗叫声，蓝忘机便拉着魏无羡翻墙去下药，接连下了好几家。魏无羡简直身心俱疲，他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狗窝。小时候到了莲花坞，江丰年让江澄把他什么菲菲、茉莉、小爱送走，结果如今这报应全还到了自己身上。魏无羡欲哭无泪。蓝湛，蓝湛，我们回去吧，求你了。蓝忘机不听，拉着他继续往前走，又路过一户人家，碧晨敲了敲墙根，里面一阵犬吠。魏无羡一听这声就浑身难受，他抱紧蓝忘机，蓝忘机又带着他翻墙而入。魏无羡心道，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修仙之人耳力好。蓝忘机循着声音带魏无羡朝狗窝走去，摸索着往食盆里面下了药。第10只了。饶是怕狗如魏无羡，此时也不禁对此种生物生出些许同情。蓝忘机道，下一家。说罢便拖着魏无羡打算继续翻墙。魏无羡绝望了，他任由蓝忘机拖着，也不再反抗，只盼着蓝忘机能快些清醒，再望着他记性差些。若醒后蓝忘机记得他最时干过什么，估计这辈子都不想出云深不知处了。魏无羡兀自想着，前方的蓝忘机却停了下来。魏无羡反应不及，整个人撞上蓝忘机。魏无羡道，蓝湛。一阵阴风吹过，两人西侧一口古井中传来重物坠水的声音。魏无羡心里暗道不好，连忙上前查看。受此一击，蓝忘机也清醒了，他问道，如何？魏无羡摇摇头，井里有一人已经泡得浑身发肿，没有救了。坠水之声依旧不断响起，四周却空无一人。蓝忘机上前几步，正要查看，忽地听见一人尖叫，有鬼啊！魏无羡靠墙，百无聊赖地坐着，挑了几根稻草接在一起，灌入灵力后，那接起来的稻草绷得笔直。隔壁几人见魏无羡绣的这一手，连声叫好。魏无羡拿着那草去戳对面牢房的蓝忘机。没错，牢房。云梦江氏首席大弟子魏无羡和姑苏蓝氏双臂之一的蓝忘机被人关进去了。魏无羡问道，蓝湛，你说他们就不认识姑苏蓝氏的校服吗？这是云深不知处脚底下，不认识嘉文还不认识抹额吗？魏无羡想起来什么，他尴尬道，我忘了，你当时没带抹额哈。与魏无羡不同，即便身处牢房，蓝忘机也端端正正地打坐，抹额已经回到头上，似是从未离开原位。魏无羡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他偶尔应一声。魏无羡突然问道，蓝湛，你还记得你喝醉之后都做了什么吗？蓝忘机摇头。魏无羡松了口气，太好了，你的脸面保住了。蓝忘机欲言又止，他醒来以后发现抹额捆在两人手上时便觉不妙，他顿了顿，问道，我昨晚。魏无羡朝他竖起大拇指，你昨晚找了具尸体，立了个大功。蓝忘机有种不好的预感。蓝湛，你说那具尸体如何？不知，我细看。以我所见，乃是怨灵作祟。蓝忘机问道，为何？因为那小姑娘喊的为何不是杀人了，而是有鬼啊？也不一定。好吧，其实是燃阴符。我方才见到尸体时拿出来试了一张，烧得挺快，怨气够足。我厉不厉害？蓝湛，你快夸我。厉害。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几个狱卒进来，最后面跟了一个蓝曦臣。蓝曦臣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来牢房提自己那安分守己的弟弟。
昨夜那家主人姓林，蓄着胡子，那眉眼生的都挺俊俏的，看得出年轻的时候是个招摇四方的小白脸，只不过眼下发青，脚步虚浮，估摸着夫妻生活和睦。